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个心理话题，就是怎样看待中国年轻人的游戏成瘾。以后我也会多聊一些心理话题。需要先说明一点，我个人并不认同游戏成瘾、网络成瘾这些概念，但为了表达方便，还是先这么叙述。想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很多网友都向我咨询过类似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经常沉迷游戏，影响到了日常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也想统一回复一下。我们说的游戏指的是电子游戏，当然这是一个外来事物。电子游戏从20世纪50年代问世，到今天成长为产值1000亿美元的一个庞大产业，可以说一直伴随着争议。在全世界，对游戏的批判和对青少年游戏成瘾的担忧一直没断过。1993年和1994年，为了回应当时美国民众对电子游戏中出现的暴力画面的担忧，国会举行了2场听证会，并且推动了分级制度。时至今日，游戏在发达国家早已被正常化了，就连俄罗斯这样偏保守的非西方国家，对游戏的态度也比较开明。2022年，俄罗斯的互联网巨头 VK Play 针对俄罗斯父母对游戏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70% 的父母允许儿童玩游戏， 33% 的受访者希望他们孩子成为游戏开发者。在这部分人中， 46% 的家长认为开发游戏能够创造性地表达自我， 64% 的家长不反对游戏出现在学校课程中。但在中国，对游戏的敌视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缓解，而且抵制的烈度似乎也要远大于很多国家。官方媒体隔三差五地宣传游戏是洪水猛兽。2008年，作家刘明银出版了所谓纪实文学《战网魔》，这是一本赞美杨永信的书。杨永信曾在山东临沂开办戒网瘾中心，因为其对受害人采用电击手段治疗网瘾而臭名昭著。作者认为，那些沉迷网络的患者漠视亲情，丧失了人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具有兽性，而杨永信则让他们做回了正常人。随着《战网魔》一书受到宣传，央视也播出了同名纪录片， CCTV9 还播出了节目《网瘾戒治专家杨永信》。当时诸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各路官媒也发文，对杨永信的做法大加赞赏，并且极力渲染游戏的危害。这些官媒与各种专家配合起来，大大助长了中国家长对游戏的恐惧。当然，有更多的中国网友，尤其是年轻人群体，相当厌恶杨永信。他的戒网瘾中心据说在2017年已经关闭，但他本人却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各种网戒中心以及声称能够矫正网瘾的各种国学班、书院、学校仍然是遍地开花的。他们几乎都采取了相当专制和不人道的方式虐待学生，比如殴打、辱骂、罚饭等等，逼迫学生忏悔、互相举报，直到痛哭流涕，表示再也不碰游戏为止。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非常类似于原始的驱魔仪式。英国小说家赫胥黎的纪实文学《卢丹的恶魔》记录了几百年前欧洲的一场驱魔行动。当时很多人相信，一个人被魔鬼附体后，需要用暴力的手段才能将魔鬼驱赶出去，只有这个人诚心的忏悔，才算是完成了驱魔。而判断被魔鬼附体的理由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这个人有性欲，说一些别人不理解的话等等。文革其实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视为一场驱魔仪式。在当今中国，尽管在游戏议题上，舆论始终存在一些开明的声音，但那种原始和古老的恐惧仍然是非常有市场的。在中国，对电子游戏的批判还有一种看起来非常理性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是从心理学和游戏产业的角度来讲的。比如很多人会强调，游戏可以给人提供及时反馈，你在游戏中随便什么操作就很容易获得成就，大脑会分泌多巴胺，进一步奖励你去玩游戏。而现实中的工作和学习中很难立刻收到反馈，这就迎合了人的本能，使人逐渐沉迷、堕落。还有人会强调，
游戏设计师和开发商采用了大数据等非常先进的方式去统计和调研玩家的喜好，并且整合了各种心理或生物学的知识，设计出了吸引人的游戏机制，目的就是诱使你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游戏上。一个普通人抵抗不了强大和智慧的专业团队是很自然的。然而，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些观点，就会发现它还是在强调人本身有一种沉迷和堕落的倾向。电子游戏刚好迎合了人性的这种弱点，所以必须采取剥夺选择和自由的手段。但这其实仍然是非常保守和粗暴的观点。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那个可以一直按动多巴胺杠杆按到死的小白鼠。人的本性就是会追求意义感和丰富性的。而那一小块电子屏幕其实远远不能提供人类对多样性的需要。比如，小时候看到某个玩具，觉得特别好玩，感觉很快乐，但玩了一段时间就觉得无聊了，没意思了。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去看动画片，动画片就比玩具要更抽象。再过一段时间，会觉得跟喜欢的异性一起玩耍，比看动画片有趣多了。总之，随着人的思维能力的增长，人也会不断寻求和探索更高级的玩法。对于一些在创造性领域内做出成就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玩耍，即一种能够自给自足、自我享受、自我反馈的活动。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上面这个不断升级的过程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被外力打断和剥夺。如果一个人从来都不被允许自由的玩耍，他就会越发的感到，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才是在做自己的，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老师和家长管教的。但在漫长的中小学阶段，学生能够玩游戏的时间又是非常短暂的，这使得他在精神上总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因为感觉自己的玩耍，也就是自我在场的时刻，随时都会被打断和终止，所以他内心深处的自由感与游戏也就深度绑定到一起，管教的越严厉，捆绑的就越深，以至于其他更加复杂但更加有趣的活动都很难让他感到自由了。这种对于真实感受的压迫所带来的影响是长久的，即使一个人离开了高压的环境，他的升级的道路也可能会被打断。比如，社交本应该是一个更加有趣的事情，但在中国中小学的环境，正常的友谊很容易受到干扰和打击，它往往受到老师和家长的意见，以及考试成绩等等各种外力因素的影响。比如很多家长都会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和坏学生一起玩之类的。学校也在培养了一种病态的观点，人不需要发展理解和尊重别人的能力，只需要专注于成绩等等。这其实导致了中国人在青少年时期缺乏高质量的人际关系，也造成了成年后普遍的社恐。恋爱也是如此，在对早恋十分敌视的中国社会，很多学生即使进入了大学，理论上已经不存在限制恋爱的制度时，也对恋爱感到无力和缺乏耐心，因为他们的情感能力已经被破坏掉了。关于这些话题，我在早恋的这期视频，以及2022年发布的关于中国年轻人社交恐惧的视频里有很多讨论，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在中国，舆论其实也一直存在一种比较开明的声音，比如主张老师和家长要更多的关心网瘾少年，不要一味的禁止，但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成瘾现象源于从教育到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批量的制造习得性无助的个体。虽然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中国学校的单调封闭以及整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保守，导致了习得性无助在中国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人性喜欢及时反馈并没有什么错，正确的做法是增加反馈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在自由的状态下，自然会选择更加复杂和高级的反馈。比如一些父母会问到，如果我不对孩子玩游戏加以限制，他会不会从早玩到晚？刚开始肯定会这样，但过一段时间，当他感到自己真实的拥有玩游戏的自由，并且能够获得父母承认时，就能感受到更加复杂的情感。比如他可能觉得这游戏有点无聊了，进而感到厌倦，并且开始探索一些更复杂的领域。而压抑和剥夺则导致他的兴趣停滞在这个游戏上，这并不是因为游戏本身更吸引人，而是剥夺导致的。
因为一旦他试图去探索和学习未知的领域，就会有一种自我受阻和死亡的感觉。为了紧紧抓住这种自我意识在场的感觉，他只能强迫性的去重复某些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成瘾现象。但我们仔细思考这个过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人性就喜欢重复、喜欢成瘾，而恰恰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受阻，也就是自我意识不断外化和返回自身的过程被强制打断。这种打断造成了个体与自己的感觉相疏离，使人病态地渴望重复某些行为，但真正病态的是意志本身。比如我在去年11月发布的这期探讨性幻想的视频里，讨论了很多当事人自认为变态和病态的性癖好，但这些癖好其实都源于自我曾经受到了抑制，因为性快感和自由感的联系要更加紧密一些。总之，我们可以把这些视为一种自我探索的信号，当我们去解读这种信号后，也就能够化解掉无休止的内在冲突。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玩游戏的内容也非常值得我们去理解。游戏可以简单分为非交互式的单机游戏和交互式的网络游戏。前者主要是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进行互动，玩家在游戏中通过带入另一个角色，最终实现自我认同。后者则涉及到与他人的交往，本质上是一种社交行为。比如中国中小学生经常和同学一起玩手游，家长们经常抱怨手机使孩子更加不善于社交，整天只是抱着手机，却没有看到孩子可能正在和同龄人产生互动。与学校这种封闭环境内的互动不同的是，网络上的互动是开放的，假如得到良好的支持，这其实更有利于儿童培养真正的社交能力。中国的家长和学校喜欢强调，学生只有在学校里与人接触，才能够培养社会化能力，并且认为那些脱离集体的个人很容易出现社交障碍。但学校的这种社会化本质上是剥夺了个体在社交上的选择权的。例如中国学校里常见的校园暴力和基于学习成绩、性别、外貌的歧视现象，对于弱势的孩子一方，经常是得不到救济的，而且也无处可逃。由于他被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班集体，甚至是更小的小组或者宿舍内，很难自由地更换和退出所在的集体，因而也很难有翻身的机会。而网络社交则不存在学校这种强制力，如果一个网络社群让人反感，它可以很方便地切换到另一个社群和集体。网络社交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比如网络暴力等等，但毫无疑问，像学校这种封闭环境的现实暴力要比网络暴力威胁大得多。当然了，网络社交毕竟不如现实中的人际支持来得深刻，但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没有良好的人际支持和亲密关系，那么从网络中寻求社会支持，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很多中国人对于社交能力的认识是不包含个体的感受的，在他们看来，只要一个人处在集体内，即使这个集体不是他所选择的，能够被动的和不喜欢的人待在一起，能够忍受自己不喜欢的人际关系，就说明了他有社交能力，有情商，会经营人际关系。但这本质上是无关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并没有感受到亲密感。回到成瘾这个话题，在视频的开头，我说到了我不认同游戏成瘾、网络成瘾这些说法，这个意思是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类似于感冒发烧之类的疾病，只要将病原体采取技术性手段予以清除就解决了。自我接纳和爱才是解决成瘾类问题的关键。人有一种想要救赎自己和与自己和解的动力。当我感到我内心深处某个部分被看作是坏人时，当我感到自己无法接纳某个自我时，我就不愿意去过一种好人的生活，而是宁愿停留在坏的状态里。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相当于把那部分自我给杀死了。所以，很多人的成瘾行为其实是在与内心深处那个批判自己的声音做斗争，是在争取对个人自由的承认。他们最需要的不是说教、指责和施压，而是先把一切外在的权威从内心清除出去，意识到我想怎么玩，想怎么折腾自己，只要不影响到他人，首先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感到愧对别人。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如果你需要本期视频的文字稿，可以加入我的基础会员。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